医院里放下手中的银针，望着床上沉沉睡去的病人，心绪却难以平复。这是今日治疗的第5位病患，每一次落针，他都能清楚感受到那股深入骨髓的痛苦，仿佛那痛楚也在自己身上蔓延。虎灵奇缘上集第1章，共感出绝山中叶。殷大夫，您的针法真是神了！我的腰疾缠绵多年，没想到一针下去，竟然就好了大半。那位老者起身道谢，脸上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殷元礼淡淡一笑，举手之劳，老丈客气了。送走病人，他独自坐在医馆里，疲惫地抚着额头。这种对病患痛苦的深刻感受，已经困扰他许久。这份奇异的感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他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小时候家中养的老猫生病，他总能准确说出猫咪哪里不舒服。邻居的小狗瘸了腿，他一摸就知道是哪根骨头出了问题。长大后学医，这种能力变得更加明显。每当病人走进医馆，他就能直接感知对方的痛苦，让他的诊断比其他大夫更为精准。别的大夫还在把脉问诊，他已经洞悉病根所在。然而，这份天赋也带来了巨大的苦恼。每天要治疗那么多病患，他得承受无数的痛苦。有时一天下来，全身仿佛被打散了一般。其他大夫都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如此疲惫。刚学医时，他以为这是身为大夫的天性，但后来才发现，别的大夫似乎并没有这种体验。师傅常说，大夫要有慈悲心，感同身受。可真正能感同身受到这种地步的，恐怕只有他一个人。每当为病人诊治，他总能异常清晰地感知到那里疼痛，这让他的诊断格外准确，却也让他承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。有时候他甚至会想，这究竟是上天给予的恩赐，还是对他的诅咒呢？正当他沉浸在心事中，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一名士兵匆忙闯入，殷大夫，城外来了乱兵，大家都在收拾细软准备逃难，你也赶紧收拾离开这里吧。殷元礼心中一震，这场战乱他早有耳闻，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他急忙问道，往哪个方向走比较安全？士兵喘着粗气说，城中现在只有2条路可以逃生。东路通往府城，但那里早已人满为患，而且传闻乱兵也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南路则通往深山，虽然路险，但相对安全。殷元礼略一思索，便有了决定，山中虽然有野兽，总比遇到乱兵要好。他急忙收拾了几件衣物，还有常用的医具药材，这些都是他多年来精心收集的，每一位都得来不易。逃难本该轻装简行，但他身为大夫，医具药材就是自己的命根，这药箱无论如何都必须带上。背起沉重的药箱，殷元礼匆匆离开了行医多年的小城。回头望去，城门口已聚集了许多逃难的百姓，老老少少，拖家带口，一片慌乱。山路崎岖难行，背着药箱的他走得格外吃力。平日在城中坐诊，很少有机会爬山涉水，这一路走来，双腿早已酸痛不已。夕阳西下，远山如黛，他却仍在深山中艰难前行。四周树木参天，鸟兽声响时隐时现。平日听来悦耳的鸟叫声，此刻却让这个从小在城中长大的大夫心中忐忑不安。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神经紧绷。他走着走着，左腿忽然传来一阵剧痛，痛得他几乎站立不稳。殷元礼赶紧找了块石头坐下，卷起裤腿仔细检查，却没发现小腿上有任何伤口。奇怪，明明痛得这么厉害。他正自言自语，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微弱的呻吟，这声音很特别，不像人发出的，倒像是动物在痛苦的呻吟。殷元礼心中一动，刚才左脚的剧痛来得如此突然，而现在又听到不远处有动物的呻吟声，难道是？他循着声音走去，拨开一丛荆棘，赫然看到一只红毛狐狸，左后腿被兽夹紧紧夹住，正痛苦地挣扎。
他那眼眸里满是惊恐，见到伊原里靠近，想逃却动弹不得。伊原里看清了狐狸受伤的位置，竟然也是左后腿，这与他刚才感受到疼痛的部位完全一致。他心中震惊万分，果然是这样，我竟然连动物的痛苦也能感受到了吗？伊原里心中又是惊讶又是恐惧。如果这推测属实，那他的能力将不再仅限于人类。世间有如此多的生灵，若每个受苦的生命他都能感应到，那该会是多么可怕的事。然而，眼前这只痛苦挣扎的狐狸让他无法继续深思。作为医者，见到生灵受苦却袖手旁观，是他绝对办不到的。他小心翼翼地靠近，狐狸起初还想抗拒，龇牙咧嘴地发出威胁声，但剧痛让他无力反抗，只能无助地看着他。兽夹咬得很深，伤口渗着血水，周围已肿胀发脓。医院里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撬开兽夹，狐狸痛得浑身发抖。别怕，别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他轻声安抚，一边仔细检查狐狸的伤势，摸了摸伤口周围，他松了口气，还好没伤到骨头。接着，他从药箱中取出金创药，小心地清理伤口，敷上药粉，最后用布条包扎好狐狸的后腿。在他为狐狸治疗的过程中，他发现自己小腿上的疼痛也在逐渐减轻。当他包扎完毕时，那种痛感竟完全消失了。狐狸舔了舔包扎伤口的布条，感受到疼痛减轻，眼中的恐惧也慢慢消散。他回头看了医院里一眼，眼神中带着困惑和警惕，仿佛不明白这个人类为何要帮助他。稍作停顿，他便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密林中。医院里呆坐在原地，脑中翻腾着各种想法。刚才那一瞬间的感受是如此真切，自己受伤时感到的痛楚，以及治疗狐狸时痛楚的消失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。他喃喃自语，我是真的能感受到动物的痛苦吗？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呢？夜色已深，山风渐起，医院里收拾好药箱，心情复杂地继续朝山上走去。今夜的奇遇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。如果他真的拥有这种与动物共感的能力，那么身为大夫，他是否也该医治那些受伤的动物呢？但这个念头在世人看来会不会太过荒唐呢？山中的夜晚格外寂静，只有虫鸣鸟叫和远处传来的狼嚎声。医院里找了个避风的山边，点起篝火，靠着山壁闭目养神。可他的心却无法平静，脑中不断回想着刚才的经历。那种痛感如此真实，绝非幻觉。当他治疗狐狸时，自己的痛苦也随之减轻，这种感应实在是太过神奇。难道天生拥有这份能力的人，注定要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吗？篝火渐渐暗淡，医院里在山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梦中，他仿佛听见了各种动物的呼唤，有痛苦的呻吟，也有感激的清鸣。那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仿佛整个山林中的生灵都在向他求助。天色微明时，医院里醒了。他知道，从此以后，自己的人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。只是，这新的一页将会写下什么样的故事，他还无从知晓。第2章，人心一念救狐威。清晨的山雾慢慢散去，医院里收拾好行囊，继续上山。昨夜的奇遇让他心中忐忑不安，那种与动物共感痛苦的能力，究竟是上天的恩赐，还是对他的诅咒？他想，如果自己真的能感受到所有动物的痛苦，那在这深山野岭之中，不知有多少受苦的生灵。光是想想，就让他头皮发麻。山路越来越难走，古木参天，藤蔓缠绕。医院里小心翼翼地在林间穿行，背上的药箱也越来越沉重。每走一步，他都要小心脚下的枯枝落叶，生怕一不留神就会踩滑滚下山去。正午时分，医院里在一簇山泉边稍作歇息。山泉清澈甘甜，他喝了几口泉水，又啃了几口昨夜剩下的干粮。这些干粮本来可以吃上好几天，
但在山中行走消耗极大，恐怕撑不了太久。哎，早知道该多带些粮食。他叹了口气，准备继续上路。忽然，远处传来凄厉的叫声，夹杂着低沉的咆哮。殷元礼心中一紧，这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。那凄厉的尖叫像是狐狸的惊恐，而那低沉的咆哮听起来像是狼的嚎叫。他停下脚步，仔细聆听，那声音断断续续地从林子深处传来，其中还夹杂着幼兽的哀鸣，听起来格外凄惨。殷元礼犹豫了片刻，理智告诉他应该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在山中，野兽厮杀是常事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夫，最好还是趁早避开。然而那哀鸣声越来越凄厉，他身为大夫的本能驱使着他想要过去一探究竟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他摇摇头，正准备转身离开，但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感受到一阵熟悉的痛楚从左后腿传来，那种感觉与昨天救狐狸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殷元礼心中一震，难道是那只狐狸？他不会又再次受伤了吧？想到昨天那只狐狸眼中的无助与痛苦，想到自己为它包扎时它安静配合的模样，殷元礼再也无法无动于衷。他在心中告诉自己，医者救人，救人如救己。既然能感受到他的痛苦，就绝不能见死不救。他循着声音向前走，声音越来越清晰。透过茂密的树丛，他看到了一幕令他却步的画面。3只灰狼正围攻着一只红毛母狐和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狐狸。带头的公狼体型雄壮，正压低身子准备扑向母狐。左边的狼动作敏捷，试图从侧面包抄。右边那只最小，眼中却透着嗜血的光芒，露出獠牙，发出低沉的咆哮。那只母狐拼命护在幼崽前面，左后腿上还缠着殷元礼昨日包扎的布条，却依然坚强地与狼群对峙。小狐狸们吓得瑟瑟发抖，紧紧缩在母狐的身后，不时发出幼弱的哀鸣。殷元礼一眼就认出了那只狐狸，它左后腿包扎的布条上还微微渗着鲜血。看来他带着孩子们藏匿在此，却不幸被狼群发现了。母狐拼命抵抗，但寡不敌众，左后腿的旧伤尚未痊愈，又要保护幼崽，根本无法全力应战，身上已添了几簇新的伤口。3只狼眼中透着饥饿与凶狠的光芒，显然都饿极了。它们慢慢缩小包围圈，随时准备发动攻击。不行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殷元礼心中焦急万分，但要如何对付这3只恶狼呢？一个柔弱书生，3只恶极的野狼，手无寸铁的殷元礼，究竟要如何化解这场危机？这场山林中的生死对决又将如何收场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虎灵奇缘下回与你再相见。